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211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你们的亚当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比较古早一些的篮球鞋，这一双锐步的 Answer 4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首先，我们还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。在外观方面，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？我手上的这个配色是 Answer 4比较经典的一个白红配色，这种撞色设计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配色方案。整一双鞋在用料方面还是非常优秀的，非常的扎实。全身的皮质鞋面，连脚踝处的内衬也全部使用的是皮质材料。在鞋面上的灰色部分全部采用了 3M 的反光涂料，并且在前半部分的灰色区域上面有着艾弗森的 i3 logo， 还有一串拖影，给这一双鞋增加了一定的速度感。后跟处也有着艾弗森的名字，鞋底上面还有一个艾弗森的个人头像，并且在上面还有着它的座右铭 Only the strong survive。球鞋的鞋垫上面有着一个艾弗森手臂的图案，整体在细节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而在实战方面，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。在大底方面，球鞋在主要的发力点位置使用了轮字纹的纹路，整体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还算可以接受，中规中矩的一个水平。在干净的木地板上面，抓地力表现还算不错，在急停或者是变向的时候，基本上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。但是在灰尘比较多的场地上面，它的抓地力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，基本上一沾上灰就有点溜冰了，并且用手去擦拭鞋底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效果。不过它在塑胶场地上面的抓地表现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它前掌的大底橡胶硬度非常的硬，后跟处的大底橡胶虽然并没有使用元年的飘塑大底，也就是跟现在 UA 的 Flow 这一种比较相似的用泡棉作为大底的工艺，虽然复刻的使用的是普通的橡胶，但是后掌的橡胶在用料方面比前掌是要明显软不少的。但是在前掌的橡胶硬度真的特别的硬，用来进行外场的实战绝对没有什么问题，即使是在水泥地上它也可以坚持比较久的时间。前掌在耐磨性方面的表现非常的出色，所以这一双鞋我还是更加推荐大家在室外的场地上面进行实战，在木地板上面实战，它的抓地力表现是无法令我满意的。而在中底方面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复刻的艾弗森鞋款基本上在这一方面都会有所减配。中底的 DMX 气囊直接被阉割，虽然在外侧依然印着 DMX 的字样，但是实际上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。说是使用了一个叫做 DMX Foam 的缓震泡棉，在缓震方面的表现，讲真啊，其实还是不错的，在正常的实战过程中不会出现任何的震脚感，即使是单纯用脚后跟着地，震脚的感觉也并不会特别的强烈，缓震的力度以及缓震的极限都还是可以接受的，比之前我测试过的那一双 Question One 强了不止1星半点，并且它在前掌的反应性表现也非常出色，在突破的过程中，脚底下的感觉还是非常直接的，不会有什么泄力感出现。毕竟作为一双后卫鞋，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必须是要过关的。但是对于 DMX 的阉割，广大艾弗森的粉丝们真的特别的失望。锐步的篮球鞋在减配这一块比耐克更为严重。复刻的篮球鞋基本上就是一个空壳，看不到的地方直接就给你砍光，一点都不剩。即使是中底的鞋垫也是这样，元年的鞋垫是比较厚的硅胶鞋垫，而复刻的这一版鞋垫是最为普通的那一种 EVA 鞋垫，连 Ocelite 都没有给，真的特别的垃圾。在鞋面方面使用了这种拉链式的鞋面，一看到这种鞋面，高脚背的朋友应该都虎躯一震。但是请你们放心，高脚背的朋友也绝对可以拉上这一个拉链。这条拉链的作用只是为了让你收纳鞋带用的，让球鞋的外观看上去更具一体性。它对于包裹的提升几乎为零。我穿这一双鞋在拉链的时候，完全感觉不到它对于包裹方面的提升。它的包裹完全来源于它的鞋带。球鞋的鞋楦略微有一点点偏宽，更加适合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的朋友去进行选择。像我们这样脚偏窄一些的朋友去选择这一双鞋的话，在前掌并不能得到特别好的包裹体验。球鞋的鞋带布置是比较靠后的，拉紧鞋带之后，对于前掌的包裹提升并不明显。在做变向或者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，脚在鞋内还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位移。好在系紧鞋带之后，在球鞋的中后段包裹以及锁定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。在急停急起的时候，不会出现任何顶脚趾或者是不跟脚的现象，并且球鞋内部后
厚实的填充以及比较不错的整体鞋面用料，让它在包裹的舒适度方面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。而全身的皮质鞋面加上侧面橡胶的一点点上翻，让它拥有了非常出色的侧向支撑表现。不管做什么动作，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。在后跟处的鞋面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加厚处理，并且内部还有着强度比较高的钢宝加持，在后跟处的支撑也完全没有问题。中底有着一块横穿球鞋的 TPU 键，让球鞋中底的刚性也得到了保证，并且在足弓处的支撑也是非常到位的。这一双鞋在整体的支撑抗扭方面表现都非常优秀。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同样非常出色，球鞋的大底面积非常宽大，并且在前掌做出了明显的外扩，中底的重心控制的也比较适中，缓震材料的硬度也比较偏硬，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非常棒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在重量方面，单支42.5码的 Answer 4重量是418克，这种全皮质的篮球鞋，这样的重量表现其实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。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 减，这一双鞋在各方面的表现都不出众，但是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，穿它打球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比起之前我测试过的那一双 Question One， 这一双 Answer 4的实战水平能甩开它好几条大马路。但是对于它二级市场上面1000元级别的价格，抛开情怀，绝对是不止这一个价的。但是我相信会去购买这一个鞋款的朋友，一定都是因为情怀，对吧？如果你特别喜欢艾弗森，想要购买一双艾弗森的篮球鞋用来进行实战的话，那确实这一双鞋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情怀，你就没有任何购买它的理由。它的实战性能跟现在的篮球鞋完全没有可比性，一般超过300的实战鞋，只要没有特别大的设计缺陷，那在实战的体验方面就会比这一双鞋要更为优秀。所以是否要购买这个鞋款，我相信你们已经有了属于你们自己的答案。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，在尺码的选择方面，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.5略微有一些偏大，需要穿2双袜子才会比较合适。建议大家按照正常的 US 尺码来进行选择。我平时都是 US9， 而这一双鞋的 US9 对应的是42码，而不是42.5。球鞋的鞋楦略微有一些偏宽，建议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的朋友去进行选择。窄脚的朋友，如果你能够接受前掌锁定方面的不足，那你也可以选择它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亚当球鞋，一切从实战出发。我是亚当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，希望你可以关注我，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